甜点区限定的口味开心果泡芙，打开给大家看一下，里面有很浓郁的开心果慕斯酱，真心不骗。从去年就开始流行开心果酱的甜点，欧文第一次吃到有开心果的香气。战笋风的马卡龙有点破损，欧文记得上次去桃园岛屿吃这个马卡龙是紧致 Q 弹，欧文喜欢的。那今天台中这边的马卡龙是软绵绵的，没有那种紧致口感，我觉得还差蛮多的，不太一样。可是他们是中央厨房，怎么会不一样？不晓得。乌龙柑橘冰淇淋，这口感很特别，它有乌龙茶香，带点苦涩，还有一些柑橘的甜香，我觉得这蛮特别。这个在我们平常外面是接触不到的滋味。这旺仔手撕鸡呢是油润咸香，真蛮软嫩的，感觉它的肉丝都被断开了，还蛮好吃的。这一大口皮，这一口真的是罪恶。我刚刚在排队的时候有看到一个奇景，觉得很特别。网络上都已经订满了，但是旁边有一排候补的，大概15、20位吧，全部都可以进来。大家抢得要死，结果来排候补就可以进来。嗨，朋友们，欢迎来到懂 Mix，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欧文。今天我们终于来到全台近期讨论度最高、在地人最期待的吃到饱 buffet。这里号称是全台湾最难定位的一家店。这里不只是普通的吃到饱，而是把 fine dining 的概念拿进来里面。每一个餐区都有它不同的主题，并且还有配上一个特调的酒类。你说是不是像美食展呢？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，到底有网络说的那么神吗？今天我们就好好的跟你介绍10大必吃跟10大限定料理。而我们今天中午费用是1796元加上18服务费，用餐时间为2.5个小时。没有，老样子啦，正面开始前请麻烦赞订阅加分享哦。还有一点很关键的，请记得帮欧文热推啊，拜托拜托拜托，好吧？那我们就开始享用吧 ，Let's go！ 嗨，朋友们，再难都要记得微笑哦。我们今天来到台中的岛屿，最新开幕的，今天真的是既期待又兴奋。我们一进来可以看到的是它的庆，是饮料调酒区。那往左边就是那日式料理啦，我们来看看哦。我们从生鱼片这边看起，那生鱼片有蛮多种的，一开始是章鱼、旗鱼、稻香煎鱼，之后还有欧文最爱的鲑鱼，哇，这个油香的，还有东港的黑尾鱼、海蛎，上面就是北极贝。那这边是一些特调的，那这边是制作手卷的地方，它手卷有4种。腰子、干贝、海胆、鲑鱼卵、芦笋、酪梨跟甜虾明太子，在旁边就是炙烧握寿司。那炙烧握寿司有4种，有和牛、比目鱼鳍边、生干贝跟赤虾。那这边一整排就是它的握寿司，有干贝、炙烧鲑鱼、板栗贝、鲜虾、柚香尾鱼、新麦跟稻荷寿司。对，抱歉。那它的日式料理的后面就是一排的一些火腿肉以及鹅肝酱，这个是龙眼干酱，这个是台中今天限定的料理哦。可是我看那个好像桃园那边也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之后另外一边是吉，这个就是一些炸物的地方啦。这个大家应该很常看吧，吼，一些炸物都蛮常看的。那最特别就是哇，拿完了，就是这个雪丝海老羊，那个千层酥的香气真的超赞的。之后还有海老竹炭羊，但是这2个。那再往旁边就是它的朔区啦，就是一些炙烤的地方。那这个都是大家很常看的，给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。那有这个香鱼。这香鱼看起来好像比较瘦一些，有经过减肥的。在我旁边就是限定的琴酒生蚝烧，这个一开始的时候蛮多人排队的哦。那在朔区后面就是它的海鲜冷盘啊，有大家最喜欢的松叶蟹脚、雪蟹、梭子蟹、沙公，
红鲟跟一些白虾，还有比较特别的是法国海螺，相当的 Q 弹脆口。所以我们在我旁边是它的包，做煲汤区。那它的煲汤区，主厨推荐有这个 XO 酱鲜科包，还有这个一定要喝的花雕酒胡椒鸡松叶海鲜汤。哇，这个名字很长。这边这两个是必吃，跟这两个是必喝的哦。那我们在我旁边有3种台中的限定，就是这个麻油，感谢，有这个麻油涮烧乌鱼标海参，这是台中的哦。那第二个是上汤瑶柱丝瓜，最后一种是清蒸素子龙虎斑，这3个是台中限定的哦。那旁边就是这个一定要吃的旺仔鸡，推荐料理手撕旺仔鸡，很软嫩油香的。旁边还有一个一定是要吃的吧，片皮鸭卷，哇，这个鸭肉还在滴油真的超赞的。那在我旁边这个煎台料理区是一定要拿这个主厨推荐的脆香干贝、鱼子酱 SO 番蜜贝，这2个是必吃的。那旁边都是牛排、羊排跟战斧猪啦，这3种也是必吃的哦。在这边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那是它的烤区，烤物料理区。那这边还有一些料理，其中有一个也是限定的是意式松露奶香虾饺，它是哇，像水里面是一整颗虾子哦，可是它的 size 不大。而且它的松露香气跟奶香是蛮浓厚的。这边还有一个隐藏料理，一定要吃的可颂面包，这是冠军面包啊！再沾上这个法式野菇浓汤，这是隐藏吃法，一定要吃的可颂，沾上这个野菇浓汤之后，我们再往下一区。那它每个餐台都有一个标配的餐酒，真的是蛮特别的。如果喜欢小酌的朋友，你来这边一定会非常的满意的。那它这边还有一些饮料，有3种：飓风葡萄、火龙果、西瓜汁，3种西瓜。那这边还有特调的酒类，这边有2种限定的饮料，欲罢不能跟陶醉岛屿是必喝的。这边是调酒的地方哦。他现在在做欲罢不能，我们看一下。OK， 主要在这个意式冰淇淋这边有2种也是限定的，大甲槟榔心芋冰淇淋、乌龙柑橘冰淇淋，这2种。那我们环境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咯。大概我们要先从手卷开始吧，不然等下海苔会软掉哦。腰子干贝海胆，这看起来酥脆的。整个入口是非常的鲜，而且它有一些芥末酱，带点辛辣的口感，真的超赞的。就像我们正先来吃个生鱼片吧。我们现在是非常雪白的海蛎，这海蛎还蛮好吃的，它不是单纯的绵密，是带点脆的口感，还蛮好吃的。旁边还有稻香煎鱼，这表层有先烫熟过，是双层的颜色。外表一圈微肉的口感，里面的鱼肉是非常的嫩，而且有淡淡的一个炙烧的香气，还蛮赞的。欧文最喜欢的鲑鱼，当然不可以错过吧。真的很喜欢这种入口即化的口感，整个奶香会在口中爆开，香汤的油润。今天最期待的黑尾鱼生鱼片，颜色看起来很漂亮。哇，超赞！最后我们用北极贝做收尾。
那我们第一种必吃的生鱼片就吃完喽。刚刚的干贝海胆手卷跟这个生鱼片是必吃的哦。走到旁边还有盛和生鱼片，我们给它浇上那个芥末酱吧。接下来是必吃的第三种握寿司炙烧干贝，这干贝看起来还蛮厚实的哦。我们尝上一口，很嫩的干贝口感，水嫩水嫩的，而且带点淡淡的炙烧香气。旁边还有比目鱼鳍边，我就喜欢这种油润的口感，上面还有一些葱花的香气，真的超迷人。我们手上的炙烧和牛看起来也是粉嫩粉嫩的。这和牛香气还蛮不错的，有淡淡的那种酸甜酸甜的酱汁味，还蛮不错。还有炙烧鲑鱼，绝对是必吃之一啦。这种入口即化口感真的超迷人。还有新鳗，真的是太喜欢这种新鳗绵密的口感。还有柚香尾鱼，而且我觉得它出锅的比例还蛮刚好的，不会太过于软嫩，还带点口感。旁边有非常大的鲜虾，最后用鲍鱼做收尾。这鲍鱼还蛮不错的，淡淡的酸甜味，真的超赞。吃完反而觉得更加开胃了。第四种必吃的料理，炭烤牛排，上面还有烤网烙印，相当的漂亮。相当的粉嫩，带点炭香，沾点七味粉。而且它外表烤至焦香，里面还是蛮粉嫩的，真的超漂亮的。旁边有相当可爱的羊腿，我们来尝上一口。这羊肉吃起来蛮鲜嫩的，不会硬口，但是吃起来没什么羊的味道，还蛮可惜的。这一种战斧猪还蛮厚实的。大口吃肉就是舒爽，相对于牛肉以及羊肉，吃起来更为扎实，而且油香油香的还不错。在第五种必吃的是雪丝海老羊，这上面看起来很像那种鸡丝面哦。真的是有够酥香的千层外衣，真的超香的。旁边还有墨香的哦。还是雪丝海老羊好吃，真的酥香啊！再来是第六种必吃的旺仔鸡的手撕鸡，上面还有油葱可以淋上去，真的是蛮香的。这旺仔手撕鸡呢是油润咸香，真的蛮软嫩的，感觉它的肉丝都被断开了，还蛮好吃的。这一大口皮，这一口真的是罪恶。旁边还有脆皮猪，哇，这上边也太酥脆了，烤得像饼干，而且那油脂都被逼出来，不会太过油腻。再来，我们喝杯陶醉岛屿，看起来粉色粉色，蛮漂亮的。不会很甜，淡淡的果香，而且它的酒气也不会太过重，还蛮香甜的。再来是第七样必吃的金氏片皮鸭，里面有3片鸭肉，超赞。嫩嫩的鸭肉不会太过于扎实，再搭配上甜面酱，真的好好吃，难怪这个也是必吃之一。
再下一种必吃之一，法国海螺。哇，这螺肉看起来蛮不错的哦，一整条啊。这海螺好吃，Q 弹的咬劲，完全没有腥味，超赞。旁边还有九孔鲍，可能是法国海螺太好吃了，这个九孔鲍就相对平淡。接下来非常大的白虾，我们把它去壳。哇，它的白虾还蛮巨大的。这虾肉真的是很脆很弹，它白虾真的很大只哎，难怪那么多人来这边都是为了海鲜。没有，今天人真的超多的，很像在办演唱会一样。但是我们刚刚在排队的时候有看到一个奇景，觉得很特别。网络上都已经订满了，但是旁边有一排候补的，大概15-20位吧。全部都可以进来，大家抢得要死，结果来排候补就可以进来。再来，我们来尝尝沙公里面的卵，哇塞，这卵黄还不少哎，好绵好香啊！再来是欧文相当喜爱的松叶蟹脚，这是第8样必吃之一啊，咸香咸香扎实的蟹肉，真是舒爽。再来是第9样必吃之一，烤生蚝。哇，这个生蚝看起来很大颗哎，哇，又鲜又嫩，哇，整个海味包覆在整个口腔，超香的，而且很大颗哎。再我们喝另外一杯鲜美调酒，欲罢不能，里面是用大甲的芋头做料，里面还有珍珠哎。我觉得有点像芋香奶茶，还蛮好喝的，一点酒气都没有。所以喝的时候呢，不要一下喝太多。旁边还有鲍鱼烧麦。咸香的烧麦，上面的鲍鱼很 Q 很弹，非常的有存在感。接下来我们来尝尝今天的第1种限定料理——极品芋香佛跳墙，小小一瓮，一个人刚刚好。里面有芋头、排骨酥。我们来吃个排骨酥，那排骨酥非常的软嫩，还有淡淡的胡椒香，以及相当绵密的芋头。那因为有加芋头，所以它的汤头还蛮浓郁的，还有淡淡的香菇香气。我们来尝尝第2个限定的意式松露奶香虾饺，虾饺看起来蛮大一颗的。里面有一整只虾子，但虾子的大小不大，而且那松露香气还蛮浓厚的。第3种限定的料理是上汤瑶柱丝瓜，我们来尝看看。这丝瓜吃起来蛮清甜的，带点脆，而且旁边它有一些海鲜料，小鲍鱼柱，更增加了一点鲜甜的味道。哎，这丝瓜真的不错。第4个限定的是清蒸素子龙虎斑，很大片的鱼肉，我们尝上一口吧。细致的鱼肉带点微微的豆豉香气，有那种小时候吃流水席的感觉，而且它鱼皮有点胶质，带点 Q 劲。接下来第5种是麻油蒜香乌鱼漂海参，这白白的是乌鱼漂，让鱼可以浮起来那种鱼漂。
软嫩软嫩的，旁边还有海参。这道吃起来感觉比较清淡，没什么调味的感觉，没什么味道。这一道欧文觉得还好，它旁边还有东坡肉哦，这不是限定的，这是欧文觉得还蛮好吃的。一口下去让我想到挂包的感觉。周大煎台料理区又有几种是必吃的，现煎干贝是绝对必吃的吧？还有相当大的扇贝。那我们去它的吉拉头冰淇淋有2种限定口味哦，大甲槟榔芋心冰淇淋，另外一种呢是乌龙柑橘冰淇淋。那我们现在是乌龙柑橘，这口感很特别，它有乌龙茶茶香，带点苦涩，还有一些柑橘的甜香，我觉得这蛮特别，这个在我们平常外面是接触不到的滋味。旁边白色是槟榔芋心。它的芋头香气不会太过于浓厚，你还可以吃到一些细碎的芋头颗粒。那槟榔的味道，欧文就不太晓得是什么味道。这2种其实都蛮顺口的，只是说那个乌龙茶柑橘，你会觉得第一次接触到的时候，你会觉得稍微的碰撞感有点大，因为这个在我们这一生从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。嗨，朋友们，接下来是甜点时间啦！我们现在尝下栗子乳酪塔。淡淡的栗子香气加上绵密的鲜奶油，欧文还蛮喜欢的。欧文手上的是战笋风的马卡龙，有点破损。欧文记得上次去桃园岛屿吃这个马卡龙是紧致 Q 弹，欧文喜欢的。那今天台中这边的马卡龙是软绵绵的，没有那种紧致口感，我觉得还差蛮多的，不太一样。可是他们是中央厨房，怎么会不一样？不晓得。再来是柠檬塔。它的柠檬塔我很喜欢，那种酸香的柠檬味真的超赞。旁边还有柠檬奶霜蛋糕，还蛮漂亮的哦。欧文还蛮喜欢外面那一层柠檬白巧克力，脆甜的，还蛮赞。旁边还有相当漂亮的抹茶蛋糕卷。它的抹茶香气不会太过于浓厚，而且带着淡淡的苦涩，这样综合起来不会说太过于甜腻。旁边还有可丽露，它这种可丽露是欧文喜欢那种脆甜的口感。旁边有相当漂亮的蓝莓方舟，不好吃。里面有3颗小颗的蓝莓果实，还蛮扎实的甜香滋味。欧文手上是光泽又亮的热带焦糖慕斯。热带焦糖慕斯很好吃诶，它下面有一层酥香的饼干脆，而且有淡淡的巧克力香气以及花生碎，哇，真的很好吃诶。再来是大人小孩都爱的提拉米苏，再来是甜点区一定必吃的焦糖卡布雷，上面有非常香脆的焦糖。上面那一层脆甜的焦糖，越厚越脆，欧文越喜欢，真的超好吃。最后一个是甜点区限定的口味，开心果泡芙，打开给大家看一下，里面有很浓郁的开心果慕斯酱。来尝上一口吧。真心不骗，从去年就开始流行开心果酱的甜点，欧文第一次知道有开心果的香气，其他的我觉得都是很像那种沾点水的感觉，真的没什么味道，只是说它的颜色是开心果的颜色。这是欧文真的吃到有开心果味道的甜点，真的好吃。不要，这开心果太好吃了，欧文又去拿了3颗，冰冰凉凉的，而且它的开心果味真的
很浓厚，而且是台中限定的哦。朋友如果有来的话，开心果是必吃的。以前欧文觉得吃开心果怎么那种甜点的味道，开心果怎么都尝不出来，为什么别人都尝得出来？但是欧文这一次真的尝出来了，真的好香哦。哎，朋友们，欧文这一餐就吃饱了，吃了好多料理，10道限定，10道必吃，10道必吃是在每个岛屿都吃得到，真的是蛮好吃的。比如说蟹脚啊、白虾、琴酒生蚝，10道限定呢，它其中有好像2种是酱汁，一种是鹅肝酱，这3种欧文就没有吃。那另外7种限定欧文都有吃，它包含2种调酒。一种甜点跟4、5种的限定料理，欧文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它的丝瓜，真的又脆又甜，真的很好吃。那另外就是它的调酒类啦，2种调酒都蛮甜香，而且那个芋头香气还蛮浓厚的，欧文很喜欢。它的限定甜点开心果酱真的是非常好吃，而且开心果的香气是相当的浓厚。哇，被关灯了，他们要休息了，欧文已经太晚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哦。如果你喜欢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是懂历史欧文，之后有没有到我们下次继续大吃特吃，用味探索世界，用嘴巴见美食。你的支持是我吃下去的动力。再见，拜拜。